在年底写游戏评测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，同样是游戏啊，但是在这个时期玩的时候，我会不自觉的多想一点。这款在今年夏天就发行的 Peak， 让我在今年的最后一个月里玩的甚是高频。这款由多个优秀的独立游戏制作人合伙做出来的合作冒险游戏，在我邀约了朋友一起经过了一段高强度游戏的时间后，于情于理，这款长短板和特色都很鲜明的游戏作品，值得来给今年的评测节目做个收尾。原因和理由我先卖个关子，放到视频的最后，具体如何，且听本期小帅的游戏评测。烹饪，可能烹饪一下。师傅，我操，已经在沉浸在自己的艺术里。常规的游戏画面和配乐表现，我们就直接放到视频画面和视频配乐里，我们一起边听边看边聊。作为一款主打登山玩法的游戏，游戏的主要玩法显而易见就是攀岩。我们的几位游戏角色作为一个出去旅游却意外坠机，然后又幸运在荒岛中生存下来的幸运儿，咱们需要徒手爬过一座又一座山峰，到达最终的救援点，然后回家过年。游戏的爬山玩法相比于同类型作品是简化了许多的，但也同时加入了一些有趣的机制。游戏里的山不会配合你，也更不会迁就你，它只是存在在那，等你自己做判断。在游戏里，每张地图的正反馈都藏在接近终点的时刻。游戏里的这一座座山啊，所设定的难度范围，从山底到山顶是一个标准的正负反馈循环。在山底的时候，玩家需要花时间花精力去试错，然后找到更合适的登山点。到山脉的中间的时候，由于落脚点的减少，各种失误和坠落等负反馈就接踵而来了。但是临近山顶的时候，游戏的难度又变低了，可以随意的奔跑，并且可以回头一览众山小，那种征服困难所带来的成就感也就扑面而来。游戏的难度设计做了分档处理，在完成了标准难度以后，会以天阶的形式一层一层往上叠加，每完成一个层级的难度就可以解锁下一个层级，最高到天阶7级。从关卡设计上看，Peak 的单局游戏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第几关的概念，但是笼统概括的话，就是每局游戏有5张不同的地图逐一出现，5张不同的地图对应不同的山脉、岩壁材质、抓点密度、视野条件、心理压迫感，它们都会随着地图的变化而变化。比如拥有龙卷风的方山、毒气沼泽的雨林，或者又是万劫不复的火山和熔炉等等。单人模式中的地图顺序和多人模式中的地图顺序是不一样的。游戏的整体流程，除了第一张的地图和最后一张是固定的海岸地图和顶峰地图以外，往后的几张地图都会基于难度曲线，然后逐一出现。而且在现实中过24小时以后，所有的地图内容、地形地貌和资源分配都会进行程序式的随机刷新，来持续提供新鲜感。游戏很少主动告诉你啊，这个难度提升了，往往都是在你犯错之后，你才会意识到之前的那套经验已经不再适用了。游戏角色人物的生存要素拥有负重、饥饿值、生命值、健康值等等，不同于其他游戏通常的生存机制。本作的资源管理中，上述的几个机制都是和关键的体力值共用一个 bar chart， 也就是大家能看到右下角的一整条数值。所有的负面 buff 都会占用体力值的上限，我们需要通过进食、吃药等行为来消除低 buff， 而且有些食物在进行补充以后可以得到额外的增益效果。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关会发生什么，所以资源管理就变得尤其的重要。说到资源管理，我们就可以来直接说说游戏的多人合作部分。在万物皆可吃的游戏设定下，上述这类模拟生存的游戏机制在合作模式中就得以大放异彩了。团队里每个人都有有限的储物格子，几个人要商量好合理的分配物资，在危险的时候可以互相帮助，给予食物和补品，同时还要一起分辨这个食物究竟能不能吃，这个蘑菇究竟有没有毒，这个吃了以后又会发生什么，必要时还可以开关吃人的选项，对，就是你想的吃人。除了这些游戏的涌现玩法 Emergent Gameplay 在多人合作的游玩下是很有意思的。你当然可以帮队友稳住绳索，提供支点，或者说在他最后一步拉他一把，但前提是你自己得站得足够的稳。换句话说，你得先保证自己不出事儿，才能有资格去当辅助。这和很多合作游戏里我可以牺牲自己来救你的设计完全不同。在这里，牺牲往往只会换来2个人一起掉下去，再加上一些小细节的设定，比如可以直接从队友背包里拿取食物。于是游戏就开始逼玩家思考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：我到底是该冒险帮助队友，还是先保证我自己的安全？这种设计让 Peak 的合作体验非常接近现实世界中的团队协作，不是每一次的帮助都是值得的，也不是每一次的冒险都会被感激的。你会发现，玩到后期反而更倾向于保守的策略，不是因为变菜了，而是因为逐渐理解了游戏系统的残酷。所以团队里急功近利的独狼也不会自己乱跑了，毕竟想要达到最终的目标，需要利己也利他。
但这并不代表的游戏不能单人游玩啊，就像生活中并不是每时每刻有人陪伴着你，到头来人生还是你自己的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游戏的单人体验。首先我想说的是，本部作品一个人玩完全是没有问题的，各种多人模式下的机制直接套用到单人模式中也是可行的，玩法所带来的乐趣也完全不同。我个人是有玩过一些类似的一个人登山的模拟器，不管是整活的也好，还是拟真的，都会暴露出一个这种题材所面临的经典问题，那就是玩法单一。在 Pig 这部作品里的单人体验也是毫不意外的。前面说了很多多人游戏下可以拓展出来的玩法乐趣，但并不代表的就没有一些短板，只是很多时候和好友联机的快乐掩盖住了这些短板所带来的痛苦。当这套游戏机制放到单人模式下，这些让我不舒服的点也就显现出来了。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没有存档点的功能。咱们当然可以认为没有存档点是这个游戏的一大特色之一，我也理解制作组不放置任何一个存档点的用意，但就我个人的游玩体验来说，游戏的挫败感并不会在大部分人的接受阈值里。很多时候在最后一座山脉的最后一个阶梯里，只要失足一下，你前面所做的所有努力就功亏一篑了，只能用开盲盒所获得的概率性道具进行一定量的补救措施。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将存档点的机制和难度的阶层设定融合起来，可以在低难度下的每座山开始前放置一个存档点，给一些新手玩家或者轻度玩家一定的容错空间。不管是多人游戏还是单人游戏也好，每个人的游戏水平是不一样的。既然产品定位是一个作为面向大众的合作多人游戏，玩家对于游戏的兴趣一定是要拥有一定的重来试错机会，来激发其对游戏的探索欲望。再就是本作的攀爬玩法的操作手感啊，虽然说游戏的攀爬判定很宽容，对着墙攀爬就完事儿了，但是我个人依然认为本作的攀爬手感是极其糟糕的，边缘判定的不稳定，导致整体的攀爬操纵感非常的粘稠。很多时候明明到达了可以歇脚的地方，系统就是不让你松手。第一多并行的程序生成地形虽然带来了多种形式的登顶方式，但是蹩脚的操控手感很容易让玩家的想法没法实现。我觉得这就违背了这一游戏机制的初衷，也可能是我个人对这板块比较严苛吧。所以在我心里，我对这游戏的操控手感其实并不是很满意。游戏还包括一些其他的小趣味机制，比如有怪物攻击玩家，死亡的队友有概率变成僵尸来攻击其他玩家等等，这些机制都有一定的相应的反制手段。具体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游戏里亲自体验一下。但还是那句话，有朋友一起玩和没朋友一起玩这游戏是两种体验。最后总结 ，Pig 的优缺点都很明显。作为一款游戏作品啊 ，Pig 所带来的乐趣是独一无二的，也非常适合当下这个直播氛围和娱乐环境。不管是作为跟朋友玩的派对游戏，还是作为观众观看各大主播的游戏视频，这款游戏都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获得节目效果，有时也可以让人捧腹大笑。但是不可忽视的是，游戏本身还是有些许瑕疵的，并且带有一些我玩起来很不舒服的操控手感问题，以及存档点缺失的游戏机制。不过作为为数不多以登山为核心主题的游戏之一 ，Pig 的正负反馈的合理运用，依然让我对这部作品颇有好感。游戏并不会保证你一定能获得足够的回报，它只是将目标摆在你面前，山就在那，翻与不翻，什么时候翻，翻到哪一步，都不是系统替你做出的决定。走错一步，也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重来。但作为玩家的我，不管是在游戏里还是现实里，依然会选择迈出那一步，去尝试翻越眼前的山。或许这也正是我愿意把 Pig 作为2025年最后一期游戏评测的原因。希望屏幕前的你，在新的一年里，也能以自己的节奏翻过属于自己的那座山，登峰造极。